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 SolidWorks 的爆炸图入门篇。那这边呢，如果你还没有学过爆炸图的人呢，可能会不知道说，我们所看到的爆炸图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那这边呢，我后续呢会来讲解一下我们该怎么去做建立。那爆炸图呢，如果你没有看过爆炸图的人呢，你可能会不了解说，那大家口中所说的爆炸图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然后这边呢，我就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那爆炸图呢，是关于一个产品或是一个结构呢，它把所有的零件呢，给炸开来。我们就从字面看来想象，它就是一个把所有零件炸开来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图示，它就叫做爆炸图。那一般爆炸图呢，我们可以从它的爆炸图的流程以及一些辅助线呢，可以看出说我们的零件是怎么去组装出来的以及这个结构呢，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零件呢，把它组在一起。我们可以从爆炸图呢可以看出来。那这边呢，爆炸图它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有比较简单的零件，也有相当复杂的爆炸图。那这边呢，到底要怎么做呢？我等一下后续会再来做讲解的。再来讲解一下爆炸图呢，它最终会在工程图的环境呢来完成它。那在做之前呢，需要在组合件里面呢做前置作业。那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完成呢？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有零件组合成组合件，一个组件呢，一个结构或一个产品我们需要先有这样的一个零件出来，档案出来。那它需要是组合件的环境。那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进入这个环境之后呢，进入模型组态。模型组态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预设，你在这里按滑鼠的右键选择新增爆炸视图。那在做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爆炸图的一个环境。那这里呢会有爆炸步骤，那它在设定这里，你可以去选择零件或是组合件。那有人可能会好奇说，怎么会有组合件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组合件当中也会有组合件，那我们比较会称呼它是次组件。那有时候我们的结构或是产品是非常多零件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运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组合件当中的子合件，意思就是次组件，多个次组件来组合成一个组合件，然后变成一个结构或是产品。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也是蛮好用的。那因为这边呢是属于爆炸图的入门篇所以这里次组件的爆炸呢，我就不探讨。那未来有机会呢，我会再来介绍这一块的。那之后呢，是一个爆炸的方向。那一般预设呢是 XYZ 三轴。那你也可以去制定一个你要爆炸的方向这边等一下都会来做说明的。以及爆炸的距离，你可以制定，也可以用拖曳拉行。那其他的细节呢，后续都会来做讲解的。你也可以去有一个旋转轴，或是你在爆炸的时候一个旋转角度等等的这种方式呢，是可以把它做出来的。那这里呢，先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去感觉一下。那怎么做呢？我等一下会再来做说明。接下来呢，我们要正式的进入爆炸图的前置。那在做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下，我们爆炸图最终会运用在工程图的输入呢，还是动画？那如果是动画的话，你必须要注意一下你爆炸的步骤的顺序因为等一下我们在做爆炸图的时候，它这里会显示爆炸步骤的顺序这里会影响到你所呈现出来的动画。那这里呢，我会以动画的方式来做示范。那你如果只是单纯的工程图输出的话呢，你就依照我的示范来做简化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了。直接新增一个爆炸图。这里呢，选择我们要爆炸的零件。那这里预设呢会有 XYZ 三轴，那我们就直接用拉动的去拖移它。那做完之后呢，这里可以按套用完成。那完成它就会显示了一个爆炸步骤1。那我们再进行下一个动作，记得按完成。那这里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当你做完之后，它这里有显示爆炸步骤的时候，你要按打勾确定之后呢，它才会记录起来。如果你没有按打勾，不小心按了叉叉的话呢，那这边整个都会消失的这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那如果你按完之后想要再回来呢，你可以在这边点开来按滑鼠的右键，编辑特征就会再回来这个画面。好，那记得做完之后要按打勾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不然这边都是不会记录起来的。好，那我们再继续进行。这里呢，我来介绍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是这个，我来示范一下。这里呢，我把它设定一个旋转的角度。好，这边让大家看一下，我设定完之后呢，它这里有一个箭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直接进入一个动画，都会比较清楚一点。这里按滑鼠右键的爆炸解除，动画爆炸解图，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螺丝它有做旋转的动作。这里呢就是设定说，在我们在爆炸的时候呢，它会沿着这个轴呢做旋转。这样可以模拟说我们在螺丝组装的时候它的动画。这个用途就是在这里的。这里呢就让大家去参考一下。那我就直接再继续往下做。好，到这里呢，我来介绍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假设是这一个，我们如果在爆炸的时候呢是没有3轴可以选择的，我们可能要制定一个爆炸的方向。那要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到这个爆炸方向这里呢，点选把这个删除掉，然后这里呢，我们就选择这个边线。选完之后，这里就会有一个箭头，我们就可以做拖移的动作。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去制定了我们需要的方向。那这个螺丝呢，也可以这么做。我们就点选它之后呢，一样把方向这边删掉之后，可以选择圆柱或是圆的边线。一样可以用这个方式这样子拖移把它做出来。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参考一下。那我就后续呢先把它做完成。等一下来呈现一下说爆炸完之后呢是怎么样的状态。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练习咯。好，那简易的爆炸图的动画呢，大致上就这样把它完成出来的。那最主要呢就是它一些爆炸步骤的一个顺序呢，的正确性，以及呢螺丝呢，如果是要用旋转的方式来表达，刚刚那边都有介绍说用旋转角度。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那假设你是没有需要是去表现动画的话呢，你可以去省略这些步骤，直接让它拉动到最终的位置。那步骤呢，爆炸的步骤也不用那么的在意。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这边就是示范给大家看一下。再来呢要介绍的是工程图的输入。那其实非常的容易。那在这里呢会建议你已经学会了工程图的入门篇，再来进入这一块的话会比较合适一点。那要怎么做呢？我们直接就从这里模型视角呢去选择我们刚刚的那个组合键。那选完之后呢这边直接是选择一个等角的视图，那直接点选出来。那在这里呢刚刚这边其实可以去做选择的。这里有一个模型组态呢，我们把它点开来。这里有一个以爆炸的状态显示，我们把它打勾。直接按打勾。打勾完呢，它就会显示出我们刚刚所做出来的那些爆炸图呢，它的步骤是全部把它炸开来。那其实这样子呢，已经大致上粗略的爆炸图呢已经完成了。那其实是相当容易的。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这个方式咯。那等一下后续呢会再来做讲解说怎么样来做属性的连结。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尝试咯。再来呢要来说明的是属性的连结。那这边呢会先以爆炸线的连结呢来做示范。那首先呢我们要回到组合键这个环境。那这里呢我们是要预设呢要让它是爆炸开来的。那这里呢会有一个爆炸线草图，我们把它点进去之后呢，我们这里可以选择我们要连接的一些外形。那首先呢，如果是以圆的话，我们通常都会选择圆柱或者是圆的边线。把两个最终的选取起来呢，它就会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条爆炸线。这样是蛮方便的。我再示范一个。我点选这一个跟这个最终的。
它就会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好，大概是这样的方式。那剩下的就让大家去尝试。那假设说我们如果是没有圆柱的话，像这两个是没有圆柱的，那你如果也想要做一个爆炸线，那要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呢，先把这个叉叉关掉。那在这里呢，你直接可以去画，直接我先画直线好了，直接这样子把它点选出来。好，这样的方式也是可以的。那它这边呢，就是用 3D 草图的方式把它做出来。那这样子呢，做完之后呢，它都会在这个爆炸的草图里面，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在工程图就会显示出来。那我们就直接先把它结束草图，我把它存档起来。那我们再回到工程图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爆炸的草图呢就已经呈现出来了。那这边呢，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爆炸图是做的比较随性，做的比较快一点。那这边其实还要再去做一些调整呢，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那这边呢，调整的话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那我再来进行下一个说明，就是零件号球。那零件号球这边呢，你就是直接点选之后，按这里，它就会显示出来。那这里呢，点选完之后呢，我的做法呢，就是我先做一个。然后我这里呢，可以把属性打开，去设定它一些详细的。假设说我不要有箭头，我要单纯线而已。这样子，以及说零件号球呢，我希望它是单纯一点，不要有圆形的，就是无。假设是这样的方式来呈现。一般呢我会做这样，然后我用 Ctrl+C 复制 ，Ctrl+V 贴上。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做其他的零件号球。那在这里呢，我先再来解释一下。那在这里呢，它也是可以去连接其他的属性。像这里，那这里预设呢是像是编号。那你也可以去连接说属性的制定里面呢，制定你可能有打说我原本的主力图号是多少，或是零件号球是多少。那这里我来示范一下，我假设是主力图号。这边预设没有呢，是因为我没有给它做设定。那我来回到零件，我们来看一下。那回到零件之后呢，我们来进入属性。属性摘要里面呢，制定里面，它这里呢就可以去设定说我的主力图号。假设这里是1，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按确定。我用这种方式来连接属性也是没有问题的。假设有时候我们的爆炸图编号是要自行编的话，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这样子有时候可以避免说我们手动的时候是会去重复编注到。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它就已经连接了属性了。那这里我就用 Ctrl+C、Ctrl+V 来复制这一个。那这两个零件基本上一样的话，它的爆炸图的图号呢也会一样的。那这样子呢，有时候我们零件一多的时候，特别是螺丝，可以避免说我们可以会被重复标注这个问题。那这边呢，我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关于这个属性的连结咯。这里呢，我来总结一下爆炸图。那其实这里呢，我非常建议使用 SolidWorks 来套用到爆炸图。它其实是相当实用的。那这里的优点呢太多了。那最主要呢，就是它工程图呢，其实是连接到我们的 3D 的爆炸图。那这边呢，只要一旦我们的设计呢有做更动，零件有做更动，尺寸有做更动等等的，回到我们的工程图的爆炸图里面呢，它其实都会自动的去做更新。那其实这里呢，我们会省掉非常多的时间，以及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属性的连结呢，也会有相当实用的帮助的。那这里呢，可能有一些人是用 DWG 去画爆炸图的。那其实这里呢，有时候我们如果在做零件的更动的时候，往往我们如果零件的数量比较少，可能会感觉不出来。那一旦零件数量非常庞大的时候，那这里一旦做一个小更动呢，所要花费的时间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也是蛮建议用 SolidWorks，因为软体呢，它直接自动帮你更新，这样的方式呢是最省时间的。好，那今天的爆炸图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那最终呢，还是建议各位要去多做练习。那这里一开始你可能觉得说，好像有一点不太习惯说用 SolidWorks 来做爆炸图，那没有关系，你先试试看。一开始你可能觉得说，反而时间花得更久了。
哦，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去熟悉它哦。一旦你熟悉它之后，你会发现哦，其实你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时间的。好，那今天的教学都到这边为止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